Hello，大家今好。天就是看第三集的时候了，就话不多，直接开看吧。OK。你跪不跪？我只跪新朝皇帝。你已经被你的家人抛弃了，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上来就开始欺负小如果你孩，再敢让本宫生气，本宫就让你。他们大欺负我吗？你杀了我，我的兄长会出兵讨伐你，你的父皇不会饶了你。小燕之还有2颗小兔牙。长兄，听说这小子残暴至极，9岁就杀了白眼狼王，你说他会不会偷偷报复咱们呀？是啊，皇长兄，看着他的眼神就不太正常，咱们教训他一顿就算了，要是真把之子弄死，其实我发现小燕之和你还挺像的，和你小时候跟我小时候很像。对，因为你小时候不是有点婴儿肥吗？有点胖嘟嘟的。对，还挺像的。很可爱。他看过我的满月照。大家应该有看过他的满月照吗？没有。就是和小燕之很像，没有，很肉嘟嘟，不会让他们看见的。你就是那个草原的王子。怎么一上来推，你们众就开始人都一样推人了？少在这惺惺作态。那会儿还不熟，那会儿是小时候。那会儿还不是很感情充沛。皇长兄让你换上我们中原人的服饰，你竟然不听他的话，果然是蛮子，连人话都听不懂。笑着跳出来推了一下人跑了。你又推回去了，推别人去了。这个肉可爱，这样咚咚咚的跑起来。母妃，好温柔的母妃。快拿着吧。狼牙吊坠，对，划重点。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狼牙。这个吊坠我天天睡觉都戴着，拍戏的时候，非常爱戴着。现在还在我这儿呢，直接顺走了。带走了道具组的道具。对啊，就像这个桌子上的点心一样。这场戏我们俩把这个绿色这个点心全吃光了，也没有吃光吧，就是每一个都咬了一口。对，就怎么又会像我们俩这种把道哥的道具全部吃光？对，全吃光的。因为确实要演到这儿，然后每个都要咬一口。就刚才这个眼神真的很温柔。我们不是浪费粮食哦。真的有在认真的吃。我动作应该再迅速一点，现在看的话。没事，人设就是呆呆傻傻的。这不公平！你会武功？哎呦，这个我才看到你这样子。对啊，有点尴尬呀，有点尴尬的这样子。尴尬。演的时候不知道。阿奇，你想学剑吗？习武啊！自从7岁那年在习武场受了伤，母妃就再也不让我习武了。你自己喜欢额头上这个发饰吗？我觉得蛮好看的。你自己戴的时候，对，我觉得蛮好看的。我觉得戴这个真的很好看。有2个发饰，挺别致的。教你练剑了。来，握紧它。这个剑可重啊！撕出去。这样就很重了。而且这场戏的时候拍的时候，主要是他在用劲，就他真的是握着我的手，然后把那个剑真的是教他练剑。
对，我们俩学的时候学舞剑啊什么的，都是一块学的。但他学的会比我好很多。也没有吧？真的，真的，我觉得你学的比我会快。没事啊，我可以教你啊。我演这场戏的时候真的很开心。为啥？觉得那个氛围很美好，就是桃花。我还记得这个时候导演说燕之也帮我把头上的桃花摘下来，很甜。我也觉得。好，一股肃杀之气迎面而来。这场戏应该是我们俩训练的最多的一场戏。是这个剑招，我们是练的最多的一段，对，因为一直练都是这个剑招。我现在自己这样观看，我觉得你确实打得比我好，就确实打得比我好，我觉得很像，确实像我师傅。我真心的，真心的，本来就是我教你呀。我还记得当时演这场戏的时候，现场很多人道具组都会捡那个桃花，不停的喷桃花嘛，然后喷完一遍之后，没有了嘛，又得重新全部归纳起来，重新再喷。然后我们俩就在现场拍完之后还帮着一块捡桃花。然后我俩咕噜咕噜，我俩刚那个转圈那个戏，真的就是可能柔韧性不是很好吧，腰很硬，我得顶住它。因为我两个人的重力，我当时是坐在他腿上的，基本上力气全在他身上。就是我是腿岔开，然后他揍我其中一个腿，到我俩这样不亮。阿奇，撂担子了。我开玩笑的。胭脂，你这么厉害，怪不得你叔父会把你送到大兴当质子。你要是留在草原的话，一定会是一个名垂青史的大汉。以我一人，换得部落和家人平安。我特想看你打，对我而言，特想看我什么？比当大就打打戏，对，没什么机会。走了，我特想看。对，因为一开始剧本里说的是我是该剧的武力担当，对，所以我结果特别的，谁都欺负我2下，天天被揍。这次竟然带着他们母子2人。陛下对皇长子殿下宠爱有加，可看来这太子之位，距离皇长子殿下，并非一步之遥那么简单。竟敢妄议我！你看你就是深情演，哪里？就看狗都深情。哪有？他都掐你了，然后你还非常深情的看着他。我掐我这个是平淡的看着他，我没有深情看着他，我就是觉得无所谓。但我觉得你的眼睛就看什么都深情。没有啊，我这自己对太子就有啊，你看你自己看。但是我自己的感觉里，你自己看深不深情不一样，看别人跟看你不一样啊。真的假的？对啊，你仔细看。你现在对我有那个什么？应该知道，我如果对我有那个刻板印象，毫无益处。真的不一样，你仔细看看。但如果我说，我来仔细瞧一瞧，我能帮殿下仔细瞧一瞧，得到你想得到的。你看这我这不多阴森啊，看着。我这样看出来了，对他不屑一顾。你凭什么让本宫相信苏贺愿意听你的，为本宫所用？苏贺乃一重利之人，若与殿下结盟，能让其获得巨大好处，对他来说，何乐而不为？你看哪里深情了？真是。照你这么说，本宫自己就可以找苏贺结盟。但我的私心肯定是希望，你就看阿喜深情。当然了，本来就是。但是你的眼神就是深情眼，我觉得但我看人的话就不可能看所有人的。既然如此，我觉得是你的五官，就是长了一双
没有很温柔的眼睛。你想错了，根本不是。大家看你的时候根本就没觉得深情，若此许成，看别人跟看你就是不一样。殿下，求取大家看的时候就会知道了，对吧？很明显。见过武殿下，武殿下稍安勿躁，皇长子殿下正与世子说话呢。你是谁？本宫之前好像见过你。奴才本是个戏子，承蒙皇长子殿下赏识，说喜欢听奴才唱戏，才允许奴才入宫伴随左右。本宫竟从不知道哦。皇长这场戏就是听小曲儿。那你说现场会有2个狗狗。平日里花絮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我没有想到花絮会把你和狗狗互动的视频发出去。是那天拍的，确实。对吧？记得吧？就是在这个地方有2只小的拍这个小黄狗。便从原赏楼带个伶俐的可人。那拍场戏我在帐篷里。这场戏对，你在里边。武殿下这尚未开智的样子，真是……不是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干爪子剁了，他干嘛？你看我就躲了，我已经。不是，我真不知道有这场戏，他这是干嘛的？现在调戏啊！你看我都他不是殷周的那个什么吗？可帮不上忙啊。他就是你这眼神什么意思？我没问你了，我的眼神什么意思？我什么眼神？我就好奇，你自己看这个眼神。我不知道你跟他还有这场戏。你说明眼人是不是都会觉得你不要和他有话题？你不要转移话题。就明眼人是不是觉得你和他有问题？你不要转移话题。谁跟他有问题？郝嫣之，我从头到尾就只想一个人，知道吗？前世今生都是这样。注定只能当个闲散王女。到时候让大家来评一评。凭什么？他这个眼神到底有没有？你还有很长的人生，有没有问题？你怎知未来会发生何事？他是看我就是前2集说他那个误会我太多了，现在就是强行给我安插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没有哦，江南定居。当然，就是觉得我这个就是想给我找点事儿吧。我们的命运。没有，来看这场你非常喜欢的篝火，他很喜欢篝火。但是我还是想做那个手持风筝线的人。手持风筝线的人，就我觉得这句词还挺浪漫的。这皇城内波云诡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听我的独白，拼尽全力守护你，把你挣脱束缚。这些独白要是我心里面，守护我生命，不是我心里面，就是我能听见就好了。但你就是没有，就因为你听不见，你就老误会我呀。你就没有表达出来给我听。你老误会我，你还让别人摸你下巴，你不行啊！没有让别人摸我下巴，你还说我跟别人有事儿。我当时摸我下巴，我都这样子了。你看我都没有说摸着吧，是摸着，但是我都没有说定在那个地方。你摸，我操！第3季啊，好了，又来误会我了。阿奇。延续到第2季的，又开始吵架了。对吧？我一看到这种吵架的戏份，我就对啊，就要来质问我。怕是在哪儿玩的你要知道吵架是谁要吵的。不过你放心，我叫段一的。哎，你这样一说，好像的确，对啊，也是我要吵。就感觉他重生了之后还是小朋友，还是小孩。一个眼神就懂了。你先出去一下，我们先吵一下。就这眼神中说了好多话，感觉。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既然你都知道了，其实我不讲的原因是因为，那我也没办法。首先是不能让你知道，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你就是个小孩啊。你早就知道，只是你最近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了，但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哪儿不一样了。就不想让我牵扯进来。对，我们从小到大，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肯定是觉得不能参与，不能让你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有些事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苏贺和殷周结有盟约，而你受苏贺要挟，然后这儿所以才我不开心的原因是不是这因为样？之前到底怎么勾搭上的？你快告诉我，我才能想知道办法为啥吗帮你抽身。为啥呀？天下你调查我，我是塔尔汗的王子，不是你父皇的臣子。我调查你是因为，我觉得必须得聊清楚你的现在的处境，我才能够想办法，让我们不要像前世一样，也对嘛。最后结局这么惨烈。但你不知道我最了解彼此的人会有这样的记忆吗？所以就一直不肯告诉我，我就很着急，那个暗中就着急的要死江南的燕之，不行了，就赶紧告诉我，不行吗？不行吗？不行吗？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说话多伤人啊！听听。但我也想问问殿下，你利用陈妃娘娘的事，是的，在暗中调查我，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一个随时会背叛你的质子，还是你口中的家人？我觉得至少你生气的点是在于，你会觉得问心无愧。你是在默默的守护我，然后关心我，但你觉得我是在觉得你会背叛我。对啊，我觉得我不够信任你，对啊然后你就在这个点上非常生气。就是你不信任我，我觉得我们是家人，你怀疑家人。嗯，你还有另外一个，但我是因为着急嘛。希望将来我们刀剑相向的时候，你讲这种话，问心无愧这4个字，看给我气的，欲言又止，好像想要反驳，但是就纯气了，就这会儿属于是感觉气上心头算了算了算了，对，听他讲讲得了。没想到阿奇已经知道了这么多事情，就看得出来我们。包括子明，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还是走得非常小心，因为地板对，因为地板上全结冰了，非常害怕摔倒，又得重新拍，所有人都得重新走一遍，就走得非常小心，慢慢的走。他和殷周之间，怕是再也回不到之前那般表面风平浪静了。这楼还挺吓人，其实我感觉古代这种楼，你去查一下，就是会感觉不是很结实。查到我们在飘香阁传信的，而且比较低，对，是主上。而且你要像古时候，如果这种比较低的，你被人推下去，对你都不知道，害怕，因为太低了。你皇长兄享受着呢，一到这种阴暗的灯光加音乐，这种背景音乐，你想让殷琦知道的，就一定在做坏事，就知道全盘皆知。这皇兄又要干点啥了。看样子殷琦是想保这配胭脂，没看出来。他们感情这么好，既然殷琦这么不舍，那本宫就在推他一把。是，推他一把。殿下，每次福安来报那个人的消息，你都急不可耐，也不只是在意那个消息。急不可耐这个词。殿下，好偏的心啊！因为毕竟人家也挺忙的呀，也不是一时时来报呀。不管是你还是他，对本宫来说都一样。又掐人，还掐我，你快说他呀！掐这个掐那个，你快说他呀！说他了呀，又掐。殿下，谁也打不过。您真要把这件事情瞒下来？如今看来，莲花生对幕后之人也是世子。殿下，是我。飘香阁在京中扎根多年，每天看自己就感觉心事重重，就不停的脑瓜子在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是他殷琦有点，就是明明是穿越回来的，但感觉还是没有长得很大的感觉。我知道了，这件事情谁都不许提起，我需要时间思考一下。但是也很可爱啊。你们先退下吧。
你看我来给你道歉了，不是我来给你台阶下了，就是我先递的台阶，直接来道歉就好了。世子爷这个大忙人，我又没做错，为什么道歉啊？就是要过来给台阶下，但是又不直接承认错误。不是，本来就不是我的错，你上来误会我，完了我还给你道歉，我都给你台阶下了。除非，但不是误会也没解开吗？然后你就给我关起来了呀。欲言又止。知道你愿意相信我，阿奇，听我一句，相信我就好了吗？我又不会害你。我知道你不会害我，但我只有知道，你背着我做了些什么。明明嘴上说着知道我不会害你，但是还是就是看这戏很着急，就感觉两个人赶紧把话说清楚。我也挺急的嘛。这两人快点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就是殷周今天立刻。那可能是说不太清楚。我的确一直在给苏荷传信，但那些无非都是一些朝堂中人尽皆知的事。这些年，你看又来跟不是来给你解释了吗？飘香阁只是我在京中势力的情报。天天就误会我，果然如此，就把信摔我脸上。这阿奇听不懂，阿奇就是只听得懂。我竟从未发觉，你到底。你背着我铺了这么大的棋，内心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直接告诉我。那你能听懂？我听得懂啊。你听懂就好了呀。皇兄如此处心积虑，不能误会我，知道吗？不过是想利用你来威胁我，逼我去边关戍守罢了。3日后，父皇会叫我们去御书房，到时候，他肯定会向我发难。殷州的事我来负责，但是边关之事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去。这些苦心钻研、结党营私的事。本就不该你来做，而且你相信我，我已经有万全之策了，能保我们一世平安。只要你什么都别做。但这个万全之策确实是可能上一世没策好吧？我们无法说。就是我觉得，对这个万全之策确实会显得用我自己的办法来保显得我你到底是聪明还是笨？因为我不知道呀，我只是能按照那个规划去设计，但是你也没按照我的规划走呀，你去边关了呀，对吧？所以说也有你的问题，可能我确实没有谋划的很好。你所谓的万全之策，就是评判一些做危险的事情，让我像一个傻子一样活着，与其让你走上不归路。我还记得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要扯着他的衣角，就是我往前走嘛，他完全是在配合，因为我根本拉不动他。你不是他的对手，穿的也很厚，然后再加上他其实比我重一些。天南地北，自由自在。他拽着我走，我就走，配合一边走一边这样。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包括你比我官啥的，也都是在将就我，就故意的将就我。那我故意虽然说我老被揍吧，但我毕竟是战力天花板嘛。对。阿七，来人！给我日夜看着世子，没我的允许，谁都不。然后这半天我也不出去敲门，然后就让侍卫帮我锁起来，其实就是想被你锁。我还想说，殿下，是属下无能。验知这功夫，这两人锁得住他，打得过。无非就是吃喝嫖赌，就算报给陛下，恐怕也伤不了他们分毫。殿下恕罪。殷州平日虽然跋扈，但涉及关键之事，定是万分小心。想要抓到他的把柄，当然不容易。殿下，皇长子殿下就是好有威严，身边总有一些莺莺燕燕，感觉有一点皇上未必不知道，就是强装小孩穿大人衣服的感觉，强装镇定。等等，殷州身边强装威武是吗？有一个媚眼如丝，强装自己很有威严。难关，前世我在围猎场好像见过。莫非武殿下没听说过？但这个确实我们云赏楼厉害，个个都是唱戏的好手。殿下，那南关不过是个唱戏卖身的，想来对皇长子来说无足轻重。您若想以此人性命来要挟他，恐怕他当然不重要，但他背后的云赏楼。云赏楼，殿下什么意思？段勇段义就是一个爱人，一个艺人。但他俩感觉就是从小都很忠心啊，对吧？段勇就是比较义一点，段义就是比较哀一点，不怎么讲话。这云赏楼的幕后受益者，没准就是殷州。
属下这就去查。且慢，殿下。且慢什么？他都敢且慢，你下的命令都且慢了，他都已经明目张胆给你唱反调了。明是欺负我，没就欺负我是什么？但不能光明北京话嘛，就儿化音嘛，欺负我啊。去把账本拿回来。好，如果他们真有银钱往来，必定会留有记录。属下领命。你看子明这小眼神，他这思考，他坏样都写脸上了，就转了3个360度，眼珠子，这样。心事很重啊。每天心事重重的，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什么？殿下，和在乎的人可以开开心心的？坐。很快啊。属下无能，没有能拿到账本。怎么回事？殿下猜测的没有错，云赏楼果真有问题。我们3个人到的时候，云赏楼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可是，当我们打算拿账本的时候，那个掌柜居然拿着账本，已经无影无踪。段奕还有子明，还受了伤。我当时把这个桌子拍倒了2次，因为它桌子不是固定的嘛，然后你稍微应该不疼，让他们好好养伤。不是特别痛，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石头的那种，它是那种偏塑料，不是也不是塑料一点，还蛮轻的，我记得，是吧？对，殿下，那就没事。形容不出来它那个材质，反正我拍翻了2次，然后后面导演就说你稍微拍轻一点，不然一拍那个就是看似很生气，其实根本没用力。皇长子殿下，武殿下不知怎么查到了云赏楼，幸好那个人机灵，并未让他拿到账本和其他证据。他竟开始查本宫的私产，那个人机灵，这跟伸手抢本宫的太子之位有什么区别？吩咐下去，云赏楼内部所有人都给我处理干净。都处理干净。你看，其实我很了解他，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我看你那啥，你看他坏的，你看看，你看看。咦呀，看段老师这眼神，此事多狠！朕与几位大臣也商议了一番，我就不一样了，他们也都十分赞成妻儿的想法。你是深情眼，眼下不一样。只要确定我深情什么？何人去边深关情眼便好。父皇圣明，儿臣以为，武皇帝有如此的真知灼见，去当守城将军，再好不过。皇兄是拿边关戍守当儿戏吗？父皇是知道儿臣的，惯会舞文弄墨，并不擅长舞刀弄枪之事，带兵打仗更是一窍不通。我们自己也会觉得我们的服装相差非常大，为了宸妃一事，与为风格很大。手来，可不像是不擅长的样子。够了！哎呀，这个是我们是架空时空吗？不是看你们兄弟2人斗嘴，你们不想着如何替朕分忧，反而耍嘴皮子，叫朕如何指望你们？父皇，这怨不得儿臣呐。武帝自己提议派人去重整边关。我当时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是难不成段老师这样手这样往前的时候，我就跟着他立马我就跟着他，我就听说不甘示弱，在宫外，不甘示弱。一个质子能翻出什么花样？父皇，燕之平日里是喜欢出宫喝酒作乐，喝酒作乐，的确怪儿臣。谁喝酒作乐了？总觉得燕之非常爱出门喝酒作乐，由着他去。不是说他啊，他不行，他不行。那我做什么乐了？名叫云赏，就是可能喜欢游玩。那我是跟谁游玩呢？那我不知道。那你就乱说。不知道皇长兄是不是听说了些什么，故而对燕之有什么误会？天天欺负我。好了，别人欺负我就算了，连你也欺负我。你在你爹面前还要说这种话？我是在为你解释，因为皇长兄想在你身上泼脏水，就感觉要营造一个你想要谋权篡位还是干嘛的。但是我明明心里只有一个人，你还要说我喝酒作乐。你以为找到了云赏楼，你就胜券在握了吗？
你保得了裴衍之一时，你保不了他一世。这是第一天拍的戏，若你再敢开机第一天。我们当时就在下面的开机仪式嘛，然后后来上来拍的。皇长兄与其在这大放厥词，没有，先拍的是花园的那场。想想，走廊。先拍的花园那一场戏。嗯。哦，这是第一天拍的，不是第一场。第一天下午。裴衍之早就是本宫的人了。他对本宫听之任之。他就是在挑拨我们俩的关系，对，他还骂我，就想让我们俩关系变得不好。他还骂我。我了解燕之，他不骂的好脏，他骂的好脏啊！到底做了什么？他好凶，他好凶，我好可怜。所以说就不想让你跟这种人打交道嘛，不让你跟坏蛋打交道。哎呀，喝多了。我现在就一看到我们俩就我就很揪心，就是明明很在乎对方，说不出口，就赶紧把这个误会解开，我就很揪心。怎么喝成这样？说不出口。又到1年中秋了。以前每个中秋夜，我们都会去周桥放天灯。喝的傻傻的。今年，你就算做了天灯，我也不会让你离开这间屋子。这是我不让你离开就不离开了，你完全就是在听我的话而已。对啊，就是听你的话。我根本就关不住。我就是很听你的话呀。在一些事情上面嘛，你还是会有自己的主见。既然你选择了站在殷州那边，为什么要待我这么好？为什么要让我傻傻的信了你这么多年，到头来才发现，这一切竟然都只是一场骗局？为什么？你又开始凶我了，阿奇，你怎么了？你到底在说些什么？我怎么了？我是在拿你没有办法，我知道该恨你，怨你。你是故意把我往床上推的。可是比起仇恨，你不是喝多了吗？喝多了呀，喝多了才会这样子啊。我也恨我自己。我觉得就是太在意了。凭什么？就是太在意，太想得到了，日有所思。对。然后又白天又受了这个气，皇长兄的刺激，却只有把你关起来。殷州，他对你说了什么？你应该还不知道。裴衍之早就是本宫的人。衍之，我的心是我的。啊，这场吻戏一定要好好讲一下，因为当时阿启的状态是，那也是被你逼疯的，带着生气，带着受了刺激，带着饮了酒，太想得到他，但是他又一直我觉得明明在乎我，但是又不说出来。然后导演就是说，你就直接上去啃他，因为一开始还是轻轻的这样子上来，比较温柔的，后来就说直接啃，直接给我啃他，然后就咬得我嘴都疼。然后我们俩真的拍完之后，不停的在补这个嘴巴的这一圈的那个粉底。然后听我们的工作人员描述，我们最少亲了8回，啃了8次，前面是亲，后面就啃，对，一直在啃。导演说啃，你就啃他。我的吻戏就很，我对你很多次，自然只有真心。此生不求能与你知道，我当时躺在你的这个肩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为你斩断荆棘，就是我真的就差点睡着了，因为当天我记得也很晚了嘛，也快拍到天亮的时候，我就靠在这个肩上，就闭着眼睛听他讲话，就真的睡着了。那很好呀。你为何总是不懂我？为什么总是不懂我？我想懂啊，我要赶紧懂起来。想懂我，就是就会变成每天就是惹我生气，你天天误会我。没有，他完全就是在冷暴力我呀，在乎我又不说出来，这不是冷暴力吗？是什么？大家说一下。哇，你这么讲确实是有点。对呀，但是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嘛。
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我自己去扛就好了，没必要告诉你。然后你就开始误会我了，开始调查我，然后我还是一如既往。不是你这个废物，这不长了点脑子吗？就想说能调查一下吗？又在打人，怎么又在打人啊？殿下，他来了，给我弄出去！是，给我弄出去！段老师演这些戏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每天要调很多自己的情绪，因为每一场戏都很激动。对，然后要不掐别人脖子，要么就是在打抽人，抽别人鞭子。哎呀！偷看一下，你在看吗？怎么现在才来？看一下呢。咦吼！你这是什么声音？咦吼是什么意思？想看又不想看的。这个声音，这个音乐，我觉得很，这个音乐很动感啊，很动感。好了，这个时候不能看。哎呀！哇塞，哇塞！你看得见？你看你在这装什么？好，结束了。好，结束了。殷琦和殿下，你看你在装什么？差远了。您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因为我们当时这场戏，小心。当时我们是想去看的，想去现场看一下。因为我们第二天我们就是一个下午的休息，对吧？嗯。然后第二天要早起去化妆，但这场戏拍得很晚，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他们11点多还是12点才能拍，对，来不及去看了。但是真的很想现场看，很想现场去看一看。为了不让段永断，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属下只好和云赏楼的人打了起来。打斗过程中，或许段永看到了这私章，偷偷我们的。我们的，我不敢说什么不甘示弱吧，我觉得，我说我不敢说不甘示弱，就是有我们自己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格和感觉吧，对，不然也不会像个无头苍蝇一般。我觉得我们那个挺真情实感，不是就是可以确认的是，就是很符合那个当下心境的那种感觉，都是为了保住，他们也是啊。云赏楼这事，多亏了有你。要是让他拿到了账本，本宫的麻烦就大了。属下别无所求，只求殿下得偿所愿。忠心侍卫，不声不响。对，子明其实很忠诚。我感觉子明跟虽然在我身边做了一些坏事情，但其实他是一个还蛮忠诚的人，我感觉他就是忠于殷周嘛。对呀，他蛮恋爱脑的。现在还不知道他是卧底，虽然大家应该也都已经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卧底，所有人都知道，但阿奇不知道，阿奇现在不知道。那你就想嘛，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卧底，但是殷琦不知道。今日你胜过我，明日我便要强过你。我只是没想到，以前不起眼，动歪脑筋了，如今。倒成了本宫的对手。哦，是个小西红柿。对，这是小西红柿吗？感觉你这件衣服穿的也挺多的。这件衣服很厚，这件看着挺暖，看得出来就是好，非常多层。对，摸了一下嘴，还在回味。应该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啃的会不会太用劲儿了呀？对，因为第一次亲嘛，第一次的温习，让燕之开口。然后这也是我们，求着他，这也是这个殷琦裴彦之他们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华强。哎，你这样说是，对啊，所以我觉得燕之才会第一时间推开他，因为他会觉得太突兀了，太突兀、太反常了，就是会突然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觉得他是这样子会做出这样行为的一个人，就是可能在我的心里我是喜欢阿奇的，但是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你是生他的气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我把他当自己人，他却什么都谁不把你当自己人了？明明是你不把我当自己人。谁知道他要出去做什么？到时候要是你还要在妹妹面前编排我，我可保不住的。大妹妹很相信你，她知道，啊、她知道你对我的心意。妹妹都相信我，你不相信我，也不是事儿，对你对她都不好，倒不是趁机。前面有多苦，后面才有多甜。把话说开，我们真的甜，甜。现在把他我们后面真的是至少可以保证他安全。甜的，万一放他出去，某种意义上来说吧，你就别掺和了。哦，对了，带上段义、段勇护送你出宫。我的事儿你也别掺和。很可爱的妹妹。何叔，你放心，妹妹很可爱。皇兄一定会改变前世的结局，让你一辈子都这样。也算是我妹妹嘛。对，因为我算是陈飞的养子嘛。对啊。好有意思，这个给我来一朵。看看啊，随便挑，这个我自己。鲜花，看这鲜花。好明显，好明显，就是他。我戴这个好看吗？何叔，何叔，何叔是你吗？燕池哥。何叔，今夜中秋，我想出宫一趟，你能不能？你想出宫跟我皇兄放天灯？没错。包在我身上。何叔真的是我们俩之间关系的助燃剂。对，他什么都懂。我皇兄说，你们二人守着辛苦了，今夜可以休息一下。六公主，就算殿下要传话，也是让段侍卫来，怎么会麻烦你？我觉得贺叔帮了你们可很多的忙。对啊，他帮很多忙。世子，身份尊贵。他一开始点开我的那个啥，皇兄让本宫只带然后现在又是撮合，再正常不过。就是类似撮合嘛。哎，走吧走吧。本公主出马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何叔，多谢。皇兄将你关着的这几人，整日一言不发。我跟他说话，他都不理我。我不管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结，都趁着今夜良辰美景，赶紧重归于好。这香味怎么那么像母妃生前用的香料？我想为陈妃娘娘祈福，所以放了她生前最爱用的香料。就冲着你这份心意，我皇兄也一定会很感动。感动，肯定会很感动。因为本来也很喜欢天灯，很浪漫。再加上还在之前有去做这种小心思，我觉得特别用心。对啊，我觉得很浪漫。但是浪漫不可以展示给每一个人。当然了。对呀。哦，我还对谁浪漫？我是说嘛。那当然了。你是谁？你是谁？多明显啊！这是谁？拆穿他，把他链那个结束了，链子给他摘下来。就到这儿吗？到这儿喽。很想看第4集，应该。对，因为第4集应该有我们蛮多想要看的情节，我觉得会有一些解开我们彼此心扉的这样的情节了。再加上有放天灯，应该有放天灯，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没错。那你看完之后有没有感觉？我觉得第3集我看得很揪心。对，因为从头到尾，两个人其实很在乎对方，但是误解太多了，然后一直不解开，我就看得我着急，看得我也难受。对，我们也很着急，就为什么有什么3言2语不可以说出来？但是后边一定会解开的啊。那我们就是一起期待第4集吧。那我们第3集的就到这里了，就到此结束了。